连开都没开过，只能报废了。近日，阿根廷国防部长宣布将放弃超级军旗战机的服役计划，原因是该战机上的弹射座椅又是英国生产的。如此一来，枭龙战机可以说得上是躺赢，因为在阿根廷想要采购的战机中，也只有枭龙战机能避免英国的制裁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期，阿根廷国防部长豪尔赫·塔亚纳宣布了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对阿根廷空军来说可能是难以接受的，放弃超级军旗战机的服役计划。而阿根廷当初为了强化本国空军实力，犹豫了许久，才从国库里掏了1250万欧元，从法国那儿买了一批超级军旗战机。既然是1250欧元的价格，那这批战机自然不是什么新货，而是法国退役不用的，并且还附带了10台备用发动机、1个飞行模拟器以及备用零件。由于这批战机的生产年份都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，因此交付的也十分之快。阿根廷17年决定采购，19年就到货。当然，这批二手战机到货后可不是立马就能用的，还需要整修才行。法国可不会这么好的给你免费整修好。因此，按照计划，这批战机在2020年就会整修完毕并重新服役。而到了那时，阿根廷空军也总算能恢复一点当年的荣光。不过在这时，问题就来了，英国可不会这么让阿根廷就这么得逞。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可谓是死敌，在马岛上，双方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冲突。英国凭借着强大的海空实力，出动航母并派出战机，摧毁了阿根廷空军60余架战机。这对阿根廷空军来说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再加上在战后，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一直不顺利，空军长时间都没有新战机服役，导致到去年了，阿根廷空军的发展反而是越来越回去，开始用上了螺旋桨战机。目前，阿根廷空军仅有固定翼飞机、直升机145架左右，其中战机数量更是少得可怜，喷气式战斗机数量更是为0。在19架 OAA-4AR 战斗机中，虽说这些战机经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改装后，可以使用 AIM-9 响尾蛇导弹，但由于这批战机的机体年龄过大，目前已经停飞所有 A4AR，仅剩下几架双座教练版的 OA 在苟延残喘。剩下的战机中又有6架是 IA-63PAM-PA3 双座战机。这款战机是阿根廷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研发，但综合显示头盔和数据线已经停产，放到现在也难当大任。现在阿根廷国内服役最多的还是22架 LA-58 攻击机。这款战机在马岛战争中还击落过一架英国的直升机，也是阿根廷空军在马岛战争中的唯一战机。但同时，它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使用螺旋桨的现代战机，因此性能可想而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1架 EMB-321 巨嘴鸟教练机。该战机在阿根廷停飞所有的 A4AR 战机后，可以用来执行巡逻任务，是阿根廷现役最强的对地攻击机型。阿根廷空军的全部战机可以说就上面这么点存货，并且这些战机的年份越来越大，马上就要都退役了，因此阿根廷就十分着急，满世界的采购战机。在一开始还竞标 F5、FA50、幼狮、光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，但后来阿根廷却选择了超级军旗，毕竟这款战机自己熟悉，而且还便宜。采购了5架法国的二手战机后，下场就来了。英国和法国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而超级军旗战机上的弹射座椅又是英国生产的，英国自然停止了这款战斗机的弹射座椅供应。而失去了弹射座椅的供应，阿根廷采购的这款战机自然是整修无望，连开都没开过，只能报废了。如此一来，枭龙战机可以说得上是躺赢，因为在阿根廷想要采购的战机中，也只有枭龙战机能避免英国的制裁了。像其他国家的战机，虽然号称是本国生产，
但实际上使用的大部分都是英国的弹射座椅。一旦英国断供，就束手无策，并且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的话语权还挺大的。一旦要求禁止对阿根廷出口战机，恐怕没几个国家敢这么干了。即便是美国为了英国这个盟友的面子考虑，也只敢给二手的老旧战机。显然这是阿根廷空军不想再看到的。而枭龙战机则不同，像枭龙战机的最新款 Block 3型号，不但采用了和 F-35战机相同档次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在弹射座椅上还有国产弹射座椅可以作为替换，丝毫不用担心英国方面的反制。导弹方面，从近到远能搭载 PL-512 格斗弹、PL-10 格斗弹、PL-15空导弹，再配合上先进航电系统，战力已经远超普通4代机，甚至是能够比拟4代半战机。对付英国部署在马岛的台风战机也不在话下。这对于经历了马岛战争之痛的阿根廷来说，简直是量身打造的一款战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款战机的价格还便宜。当初12架枭龙的报价是6亿美元，换算成单价的话就是5000万美元一架，比起阿根廷6.64亿美元的报价要低。像印度采购台风战机的孪生兄弟阵风战机时，可是花费了2亿美元一架的天价。面对性能不弱于台风的枭龙，5000万美元的价格可以说是白给。当然，这也并不意味着阿根廷就一定会采购枭龙，毕竟现在摆在阿根廷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没钱。当初1250万买战机都心疼，如今这数亿美元买枭龙，实在是有点为难人家了。国防预算也就24亿美元的阿根廷，实在是难以买到自己想要的战机。